角色总是一堆问题，眼睛画不对称，五官歪斜，人体比例怪异，人体透视画不出来，这些通通都是你无法把人画好的理由。哎，这下不用玩了，画图也别学了，反正都画不好。哎，不画了，不干了。嘿，小可爱，我是黑红。如果你有上述问题呢，那么在现今科技发达的时代呢，你根本也不需要忧愁啊，因为即便你不想用 AI 来帮你画图，你也没有办法把人体学好画好，你一样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外挂来帮助你，即便是用抄的，也能够画出你的原创人物、原创角色。而这一个外挂就是 Clipper Studio Pen 的3D 素描人偶。等一下，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啊，因为即便你要使用这样的一个3D 人偶来摆出你想要的姿势、你想要的动作，你也得知道怎么样去操作它吧。就像我自己在一开始在操作的时候，还是卡了很多的关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边摸索到底是要怎么用。所以呢，今天我就要来和你分享，我们可以如何操作它、操纵它、摆布它，来让它摆出我们想要它摆出的姿势、摆出的动作，来让我们画出我们想要画出来的人物。OK， 那在我们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呢，在这边提醒你一下，如果说你对于动漫绘画或者是学习画图有兴趣的人呢，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因为这样在我有新影片发布的时候呢，你才不会错过哦。好的，那我们现在打开来 Clipper Studio Pen 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右边这一块找到这个像是百宝箱、工具箱的部分，把它打开之后呢，我们这里其实就有非常多的素材可以做使用，但因为我们今天要使用的是 3D 人偶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人物的头部，我们会发现它人偶头部真的非常多样化像是有一些像美漫日漫的头，或者是比较强壮的一个人头，或者是比较瘦，像是老人的一个人头，或者是小孩的人头，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头都有。那在动作的部分呢，其实也非常多样全身的动作很多很多，可以让你做选择。那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这个头的部分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那我们可以先拉一个进来，像这个的话呢，它就比较像是一个日漫风；这个的话呢，它就会比较像是美漫风的一个风格。那一般来说呢，我们如果说想要调整这一些人偶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在左边的这里选择这个操作部分，操作物件的部分。如果说你今天并没有点选操作这些物件的部分呢，是点选这个的话，那基本上你顶多只能动这个人偶的部分，上下左右这样动，但是实际上你要转方向什么的就没有办法去转了。那选择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个人偶的部分，如果说你想要给它调整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个位置或方向的话呢，我们可以利用上面的这一些物件的点选来让你的人偶调整到你想要的位置。第一个的部分呢，它是移动摄影机，但是不移动这些人偶，所以你会看到我这样子左右调、转来转去，都是我的摄影机在动，其实人偶都并没有在真正的动。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像这个的话是摄影机上下左右移动，而这个的话呢是摄影机前后移动。那你会说摄影机移动，但是我想物件移动的话呢，那你就要选择这个方形的部分。方块的部分呢，它就会只移动一个物件。那这个的话呢是物件左右移动，旋转式的移动。那这个呢是这样子移动的，有点像是摆动时钟的一个移动方式。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旋转移动，所以其实它的这个移动呢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移动方式。刚刚这个的话它还可以上下移动，然后左右移动都可以。那这个的话呢是前后跟左右移动。那这个磁铁的部分呢其实很简单，它这个磁铁的部分意思就是说它这个物件的移动会帮助你看这两个物件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不是有在同一个平面。那它们在同一个平面的话呢，它下面就有那个橘色，两个橘色会同时出现，就表示它们是在同一个平面。所以透过上面这几个按钮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将这个物件摆出我们想要的一个角度了。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说，那下面的这些呢？下面这些就有趣了。首先第一个扳手这边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我们先来谈，像是这个摄影机，你就可以去点选你想要的一个角度，很方便的。点选了这一个之后呢，它的这个头部角度就会跑到我们想要的一个位置。那在这个的话是注视对象，我把它移到旁边去，然后我要注视它，它就会跑到中间。那接着呢，这个是将模型设置在地面上，所以说如果说你把每一个模型都设置在地面上的话呢，这样子看起来就是平行的，才不会有些东西是漂浮在空中的状态那其他的东西呢，像是这个是使模型回归初始状态，基本上这些都是重置的部分，这三个。那这个部分加号呢，是说如果你今天把你的这个头部都已经编辑好了，或者是调整好了之后，你可以在这边有一个加号，让它变成一个你常用的一个素材模板。
你就可以把它再存档，然后把它存在你想要的位置，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拉出来去使用那个头部的模组了。OK， 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个使用方式哦。但是呢，还有更进阶的玩法，更进阶的玩法就是这个扳手，这个扳手真的是超级帅的，一定要跟你分享。点好扳手之后呢，它这边会出现一个辅助工具，在这边的话，操作的部分啊，其实基本上我都不太会去动它。那在物件清单的部分，它这边就有非常多的一些物件了，比如说像是环境光，我们把它关掉，它就是会没有那个环境光。那平行光的话呢，就是直接打过来的一个光，所以你如果没有平行光的话，它其实就等于是完全没有光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点选的是这个物件，如果是另外一个物件的话呢，它这边也可以就是再点一下。接着呢，就是配置的部分，配置的部分是更详细的，就是每个部分它都会有一些细节可以让你去调，但其实我们不太会去调这边，我们都会在这边更直观的去调整，会是比较好的。那这里最好玩的就是这个平行光的部分，比如说现在的光是有点像是从这边打过来的，那我们如果让它阴影多一点呢，让这个光是从这边打的，这颗球你稍微这样左右拉，它就是拉那个阴影，其实就是让我们确定它的光是从哪里可以打过来的。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玩。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画的图是一些彩图，或你想要画一些素描，你希望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光线，让你做一个参考的话的，那当然你在这个球体去做一些调整，就有点像是你去设定它打光的状态了。这里的光还可以挑选颜色，比如说我选择这个，你看它的光就变成是这个颜色的光打过来了。光线的强度呢，我们可以就是让它不要那么的强，或者是非常强，这个都可以去做一个调整的。那在环境光的部分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环境光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去调整出自己大概觉得 OK 的一个状态。那接着呢，如果说我们在点选这个物件模组的时候啊，基本上如果说我们没有点选物件模组的话，比如说点选平行光，它这边就会有很多东西不见。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想要调整更细腻的东西，还是要点选我们需要去调整的一个头部模组来做调整。比如说摄影机的部分可以再去调整，但摄影机一样的，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做直观的调整就可以了。镜头也是哦。那头部模组的部分呢，这里这个地方就真的很有趣了。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头呢，我现在想要让它有一点点像老人般的一个状态，让它比较消瘦，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把这里提高，然后它就会以这样的一个风格去将这一颗人头变得很瘦，然后骨头都跑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有趣的就是说，虽然说你一样可以选择不同的头型去做编辑，但是如果说你想要让它的一个风格可以更接近你想要的一个风格的话呢，那基本上你还可以去混合其他不同的一个风格的头部，就可以让它呈现出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了。接着呢，就是像元件操作的部分，这个也是蛮猛的。举个例子，它这边可以只调整左右两脸，或者是全脸调整。当我只调整右脸的部分的话呢，你看我可以将它的像是眼睛的部分或眉毛的部分，看眼睛最准。很夸张吧？也就是说，你如果只调整右眼的话，它可以是调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你是全脸的话呢，你的不管是眼睛的宽度，这已经有点像外星人了。就是说，你如果说调整这个全脸的话呢，眼睛一样可以去做很多细节的调整。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简单来讲，就是即便你真的是画不出来，你也可以透过调整的方式去调到你自己喜欢的那个 style 跟你喜欢的风格，然后再照着你喜欢的那个风格再去绘制出你想要绘制出来的人物。所以这个工具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在轮廓线的部分呢，这里的轮廓线指的是这个人物的轮廓线，但以我自己个人这样看呢，你会发现有没有它的轮廓线其实主要还是在外围，所以我自己个人通常不太会去使用到轮廓线的部分。接着就是阴影，阴影的部分呢，就是如果说它完全不受光源影响的话，就会全灰。那地上需不需要有阴影呢？你可以再加，如果需要的话呢，它这边也会出现一个地上的阴影。再来光源的部分呢，基本上我们刚刚也提的差不多了，就是有直射光或者是环境光的颜色，所以这边都可以再去做一些基本的调整。那雾气的部分呢，就是你可以看要不要帮他们的前面加点雾，就是深度越少的话呢，那基本上它的雾就会越多。距离也可以调整这个雾气的感觉。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雾气的部分比较是一种就是距离比较遥远的位置的话，你就可以去调整这个雾气，来让角色看起来会有那种有雾的感觉。再来呢，就是全景跟环境，基本上这两个我就不会去做调整了，因为在画人物的时候呢，基本上除非说是要画到比较复杂的一个画面，不然基本上呢，通常不太会去动到这两块，所以我自己个人就不会去动到这两块了。那我自己因为没有动过这两块，所以也不太清楚这些使用的方式。如果说有小可爱觉得想要再补充的话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哦。
OK， 那在我们大致理解了怎么样去调整这一些模组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调整一颗人头，然后试着将这个人头的部分呢拿来作为一个参考来做绘画咯。这时候你调整好了你的这个人物，我们就可以试着将这个人物的部分呢先把它控制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稍微让它更淡一点，并且控制一下它的这个，让它锁住不要动，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增加一个图层，而这个图层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拿来做绘画了。有的时候也许我的调整会让整个结构不太跟这个模型有点相似的地方，但其实这个都是无伤大雅的。原因是因为画图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你要对照的是你画的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有的时候好看不一定精准，但是精准又不一定好看，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去思考怎么样去绘制可以让它是好看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它好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一般来说我们就会选择使用好看的方式，因为毕竟我们刚刚大致上的一个结构都已经抓出来了，在后面调整的时候，为了让它好看，可能会跟原本的结构是有点不太一样，或甚至是可以说有点小小的冲突。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觉得这张图是好看的，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就算它的结构是有一点小小的出入，这个都是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其实讲求的还是一个风格化的结果，所以这跟画写实作品又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一个思考方式了。OK， 那在我们画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之间的一个差距。其实在画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有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所以调整到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看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呢，虽然说辅助归辅助，但是在绘画的过程中，如果说你自己在画完了之后发现说有些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微调好像会比较好一点的话呢，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做一些微调。实际上呢，我们还是必须说，有的时候虽然说是辅助，但是在真实绘画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一些自己的判断跟自己创作的一个风格的一个习惯去做一些调整。在我们看完了头部模组之后呢，接下来最让人兴奋的一定就是动作的部分了。所以我们一样呢，打开这一个百宝箱，这里有一个 pose entire body， 这里呢就有全身的动作，各式各样不同的动作你都可以去做选择。那你喜欢的话呢，你就直接拉进来做使用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拉这个，那拉了这个进来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些动作之类的。但是在下面这些工具呢，可能有很多工具会让你觉得跟头部模组比起来感觉又更多了，有点搞不懂他们在干嘛。所以在这边稍微讲一下，这里的东西呢，基本上我们刚刚都看过了，所以都理解了。那在这里的话呢，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动作，如果你喜欢的话呢，点选下面，你可以将它的不管是手部还是身体的部分，都可以把它登记成素材，把它存在你自己想要的位置，之后直接拉出来就可以使用了。那接着呢，像这个地方的话，它是使你的模型可以左右翻转。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个动作，你希望它可以左右翻转的话呢，都可以去调整。再来这个是使模型返回至初始的状态，基本上我不建议使用，为什么？因为一点它就回到初始的状态了。后面这三个呢，一样都是一些初始的状态去做调整，像是位置的比例缩放，或者是说旋转部分全部都是重置的状态才需要去点选。接着在这里的话呢，你可以在你的素材板上面登记一个 3D 人偶的部分，这个部分应该是全身去做一个也是登记的一个作用。这样子你把它存档之后呢，以后要拉出来也是比较方便的。接着呢，在这里的部分呢，这里有一个像是什么姿势扫描这个部分我自己就没有使用了。OK， 那接着呢，我们再看后面这两个动作。后面这两个动作的话呢，是我们针对一些关节想要去做调整的话，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腿部，它就出现可以按的。当我们只在这边的时候呢，它有说切换选择关节是否固定。当我们点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会变蓝色，就是它的膝盖。脚的部分，它下面所对应的关节是膝盖，所以说当它在动的时候呢，膝盖以下的其他动作都没有办法去做调整。要动也是可以，但是就只能针对一个部分去动，它的这个关节没办法动。
那假设我不要让它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动的话呢，我可以在这里有一个解除所有的关节固定，解除之后呢，那你看哦，我在拉这个的时候呢，它的脚1、2、1、就可以动了，有没有？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针对你的关节去做一个固定的动作。那最后这里的话呢，是详细调整 3D 人偶体型。这个地方呢，其实跟扳手有异曲同工之妙，简单来讲就是一样的概念哦。当我点开这个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辅助工具，跟我们点开扳手是一样的道理，只是它是直接跳到这个素描人偶的一个身形的调整，这里就有很多细节，所以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先慢慢的说。最一开始的部分呢，像是操作的部分啊，它这边有一些细节，这个基本上我都是在这边直接去做操作就可以了。那物件清单其实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头部模组是一样的，配置的部分也是一样啊。那摄影机这个都是一样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素描人偶的部分。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去调整它是男生还是女生。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它是男性，所以我们变成女性的话呢，它的这个身体呀，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头部啊，都会跟男性有一些差异，就是身体比例其实是有差异的啊。除此之外呢，你可以调整它的身高，它的头身比也可以调，很有趣哦。说8头身好了，看起来就身体变大，头变小。然后呢，它的这个头部的一个比例呢，基本上都可以调整。比如说刚刚我调了一下，它的头就变弯了，天哪，我的妈呀！那它的脖子啊，也是一样的，它可以变粗或变长。变长有点可怕。然后肩膀、身体、手部、屁股、腿部、脚都可以去做一些变更，所以这里的部分基本上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些调整。姿势的部分呢，像是手部的部分也可以去做一些调整，让它的手变这样子，或者我们再回去。然后漫画透视的部分呢，我自己个人就没有特别针对这个漫画透视的部分去做调整，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故意要让你的人物看起来透视感更重，所以就可以去做调整，但一般不会去开它。那轮廓线的部分就是看你需不需要这个轮廓线，一般来说好像都是开着的，所以我自己没有特别去调整。那阴影的部分呢，地面阴影或者是受光源影响，这个都可以开着。其他下面的像是光源、雾气、全景、环境，这个刚刚在头部模组都说过了，所以这边就不特别针对这个部分说明。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调整这个人物的动作。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做这个人物的动作，比如说我想让他的手部更上去一点，那在手部的部分，它可以往这边，也可以往那边。好，在这边的话呢，它就有点虚的一个动作就出现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调整这些动作的时候呢，基本上如果说像是这里或者是像这个腿部部分呢，基本上它都只有2个位置可以去做调整。但是如果说你希望可以再调整其他更细节的地方呢，可能就要针对这个手啊的部分去做一些调动，或者像是这个关节，有的时候会跑出像是圆圆的点。通常圆圆的点的部分，像这个各个关节，脖子或者是胸口或者是手部的部分都有这个圆圆的点。这些圆圆点的话，基本上就是比较灵活，甚至是可以大范围去做调动的一个关节的时候呢，通常你就可以针对这些地方去调动，那它就可以做比较大的一个动作的调整。那如果说你觉得它现在目前呢有一些动作让你不管怎么调都调不出你想要的一个位置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卡住的地方的话呢，那你可以点开扳手的这个人偶的部分，在姿势这边呢，把这个限制关节角度把它关掉，你就会发现它给你限制的那一个关节角度呢就会消失，这样子你就可以随时调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动作。但是如果说你为了要确保它是符合人体工学的话呢，建议还是可以先把它打开，等到你真的有需要去调整一些比较特殊的动作的时候，没有办法必须要把这个关节关掉才有办法调出来的话呢，再去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OK， 所以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调整 3D 人偶动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功能跟细节。OK， 那在我们调整好了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动作之后呢，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降低透明度，来在上面画一些图突然出现这样的构图，看起来是蛮有趣的哈。不过呢，我们今天想要简单画一点，所以就先画一下这个人物的动作。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动作也不一定要全身画，你可以根据你自己想要的一个位置去绘画就可以了。那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很方便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人物的动作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体积跟结构的部分呢，来做一些简单的绘制它的轮廓线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说想画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呢，我们还是需要对于人体的一个体积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理解，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人体上面呢，去绘制各式各样不同的，不管是服装也好，还是说我们想要改变动作也好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跟绘画哦。那在这里的话呢，因为手部的部分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不太喜欢，所以呢，因为我懒得在调整人物的手部，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就直接用结构的方式去将手部绘画出来。为什么这个角色看起来有一点像是 Kill la Kill 里面的老师呢？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一开始看起来有点像JoJo，但是这个颜色一上去就觉得不行，被控制住了，所以我现在就改变了想法，干脆把这样的一个角色呢，就让它全身白的地方比较多一点好了。那再简单的上一下阴影的部分，那基本上呢，这个角色大致的样貌就差不多完成了。那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绘画啦，主要还是想要让你看一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偶可以怎么样的去利用它来做一些人物的绘画。OK， 那就是我们今天学习 3D 人偶如何使用之后呢，所简单绘制出来的对照图，让你作为一个参考。OK， 那我做完教学了，我现在可以来做色素的动作了。这个动作看起来还不错呢，我调整一下。这里调，那里调，OK， 调的差不多了，等一下再增加一个人就可以了。是这样，笔电没电，可是我还没存档